春天小学又上演了一场失败的演出，这里的老师个个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素食主义者丽莎被逼着穿上了猪排服装，结果还脱不下来。她越想越生气，在回家的路上嚎啕大哭。马吉赶紧提醒侯默安慰女儿，老默心肠软，最见不得猪排哭，不禁悲从中来，抱着猪排边啃边哭，呸，一股塑料味。丽莎回家后一直闷闷不乐，捧着杀死一只知更鸟就不撒手。马吉忙着做家务，让侯默带丽莎出去转转，免得孩子自闭了。侯默在商场里一逛，发现这里的儿童服装居然开始走成人路线，什么电臀、超短裙、丁字裤，真是有伤风化呀！侯默怒视店长，认为他们为了赚钱，不顾孩子的心理健康，儿童服装不能和性感挂钩。在丽莎眼中，老爸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伟岸，和知更鸟里的阿蒂克斯·芬奇重合起来。丽莎从此戏称侯默为英雄爸爸，天天缠着他看老电视剧。巴特见了表示，家里有2个男子汉，老爸当了丽莎的英雄，那他一定是麦琪的英雄了。麦琪表示，他的英雄是细狗，再不济也是亚伯，难得能受到自己孩子的崇拜。侯默这心里真是美滋滋的，没事就在院子里骑马嘛。巴特看了心里酸溜溜，闹着也要跟老妈玩骑马嘛，结果吃了一嘴蓝头发。现在不管侯默去哪儿，丽莎都要跟着去。侯默喝啤酒，他就在酒吧里看书，搞得酒友们很不自在。马吉给侯默做黑莓派，丽莎就跟着做蓝莓派。侯默是高兴的，巴特却越来越觉得自己受了冷落。他去看学校的心理咨询师，咨询师告诉他，会叫的孩子有奶吃，想获得老爸的关注，就大胆行动起来吧。事情闹得越大，你得到的关注就越多，不光要在网上抢流量，还要在深河里抢。巴特把这话听进去了，他找眼镜仔当帮手，眼镜仔伪装心脏病发作，骗教堂停车场看守去医院。巴特趁机打乱挂好的车钥匙。参加礼拜的大人们准备开车回家时，却发现自己弄不清车钥匙在哪儿了。他们大打出手，一时间混乱得很。有人召唤特斯拉，结果撞飞了自己。事情越闹越大，大家憋着一肚子气，最后发现是巴特搞的鬼，顿时集体炸锅。巴特逃回家里，大人们气冲冲的追来，要狠狠收拾一顿巴特，让他吃点教训，重新做人。侯默刚看完知更鸟电影，直接搬了条小板凳坐在门口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堵住了愤怒的人群。大伙表示休想用上世纪的优雅谈吐来劝服他们卸下武装，交出巴特，饶你们一家无事。侯默和丽莎配合默契，一个要动之以情，一个晓之以理，终于劝退了人群，成功保护了巴特。此事加深了侯默和丽莎的父女情，马基渐渐感到不安起来，因为丽莎的变化越来越大，现在居然会打架了。他受不了别人嘲笑老爸，于是就用拳头堵住了对方的嘴。让马基更头疼的是，那个嘲笑者正是巴特。妹妹追着哥哥打，别人都夸巴特懂事，只有巴特知道他是真的打不过。马基无奈之下也去看心理咨询师，说丽莎现在盲目崇拜侯默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？因为侯默这人装久了就露馅，不可能一直维持完美形象，到时候丽莎幻灭，受伤更深。而巴特因为受到冷落，也越来越不正常。心理咨询师表示，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很简单，你们2口子这回一定要绷住，千万别生第4胎。等丽莎和巴特长大，问题也就自然消失了。马基心说，不愧是学校里的心理咨询师，总能说一大堆看似有用，实则屁用没有的建议。晚上回去，他辗转反侧睡不着，叫醒侯默说，丽莎现在对你的崇拜太狂热了，这样不好，咱们应该采取行动。你跟丽莎聊，我跟巴特聊，让这个家恢复原状。丽莎的那本知更鸟已经读到了尾声，老默告诉他，天下没有吃不完的饭局，你爸爸我呀，其实有很多毛病缺点。一番苦劝后，丽莎合上书，放下了英雄情节。侯默却感觉有点惆怅，心里空落落的。哎，养孩子就像养猫啊，太粘人嫌烦，不理你又失落。侯默去查看小女儿时，麦琪打着手语安慰了老爸一番，然后在他的怀里拉了粑粑。侯默动情地喊了一声，老婆下来换尿布。马基正在安慰开导巴特，让他好好为自己的人生想想，这一生最想做的重要之事是什么。巴特从不刷牙想到开赌场，从强拆西蒙家想到婚外情，最后发现他骗不了自己，他最想做的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用鞋底狠狠亲吻侯默的屁股。眼看圣诞节将至，丽莎和巴特写好了礼物清单，他们商量好了，一致想要全新超大屏智能电视。马基每年都致力于让家人们通通心满意足的过好圣诞节，但孩子们想要的这台电视售价高达2400块，压力落到了侯默头上。他说，咱们这台老电视有什么不好？虽然不智能，但很有烟火气。马基提醒他，那是电路板烧坏的焦味。眼下即将迎来黑五大促，有一台价格亲民的智能电视，售价只需499，成千上万被孩子催逼，不得不置换智能电视的家长们在店铺外排起了长城。马基制定好了抢购计划，自己先去排队。侯默睡上半夜，下半夜和马基换班。为了满足孩子的愿望，马基真是呕心沥血，他真的我哭死。格滩马特百货商场外，寒风刺骨，大雪埋人。马基发现排在他前面的老头身上寒意单薄，在风里冻得筛糠一样的，省吃俭用存够钱，只为了抢购到布偶熊靠枕，满足孙子的圣诞愿望。他心肠软，看不下去，把自己的手套、围巾、耳罩都让给了老头。雪越下越近，马基身后的队伍越来越长，这一夜漫长到好似没有尽头。他熬到半夜，等着侯默来换他时，老默却在关门出去时被压住围巾勒晕了过去。马基迟迟不见侯默出现，只好一直苦熬下去。眼看离商场开门只剩5分钟，商场经理发出了抢购预告：先生们、女士们，欢迎来到无敌抢购50风！顾客们直接用马基的头发当工程锤。
砸碎大门，鱼贯而入，如同蝗虫过境，将商场里的货物抢夺一空。马姬本来忙着去抢电视，忽然看到大爷被抢靠枕的人群推倒，大爷痛斥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偌大一个商场竟然没有半点人情味。马姬吃苦就吃在心太善，一条即将被无情铁脚踩死的生命和一台智能电视，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，这才是真正的圣诞精神。老头抢到了最后一个靠枕，马姬却失去了最后一台电视。老头对他千恩万谢，然后转手把靠枕卖给别人，赚了100块。孙女的爱在10块、20块面前重如泰山，但有了100块，亲妈都可以卖。马姬心头有1万头草泥马奔过。他准备回家时，好嘛，红墨终于赶来了。他说 I'm sorry 啦，宝贝，圣诞精神就是有道歉必原谅，所以你不能骂我，我来开车啊，不慌，我来叫优步，看到没？什么叫男人的担当啊？马姬双手严重冻伤，没买到礼物，也准备不了圣诞大餐，但他始终放不下对完美圣诞的执念。红墨偷偷对孩子们说，妈妈为了这次圣诞节太辛苦了，我们应该为她准备一份惊喜。丽莎提议带老妈去佛罗里达过圣诞，看网上的介绍说那里风景优美，民风淳朴，是全国数1数2的度假胜地，特别是福州的洛圣都主题度假村，服务周到，价格公道，只剩最后一间房，赶紧下载拼多多100亿补贴抢购吧！为了防止自己后悔退款，红墨下单后直接摔了笔记本，这也叫破釜沉舟。不让马姬在佛州展颜色，他们就不回来了。马姬身残志坚，手不能动，用脚也要做出圣诞大餐来，看他的架势很难说服。红墨只好掏出浑水红茶，带着孩子们满脸殷勤的一起献茶。夫人该喝茶了。马姬一杯下肚，在这眼神已经到了佛州。这度假胜地也主打一个虚假宣传，不过和广告里的描述不太像吧，只能说完全不一样。而且好巧不巧，辛普森一家前脚刚一入住，当地就下起了持续数日的大暴雨。宾馆房间像是霍比特人主题，主打一个屋顶低矮，房屋狭窄，冰箱里只有老鼠药和祛湿粉，墙壁隔音效果等于没有。隔壁房间上半夜满嘴 fuck， 下半夜不叫唤了，该实战了。红墨绝望的捶着门，我这还有孩子呢，你们这是在放毒，毒害祖国未来的花朵。红墨和孩子们悔得肠子都青了，还要在马姬面前强颜欢笑，说哇塞，这里好美好棒，我好喜欢。没住多久，丽莎和巴特就入乡随俗了，大清早开始和旅店老板对骂，骂完出去逛公园，爱侣隧道里不堪入目，动物园里最多的就是鳄鱼。副总统展厅里也挤满了美国著名大恶棍的蜡像。马姬见大伙儿好像玩得很开心，忍不住发问，他是真的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呀。红墨和孩子们长叹一声，卸下了面具，说出了心里话，咱们还是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。回家的路上，辛普森一家终于高兴起来了。回到顺天镇，他们发现老谋子居然在酒吧里举办圣诞派对，太阳这是打西边出来了。辛普森一家在餐桌上手牵手说，只有行万里路，才知道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呀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这里是草泥影院，感谢观众朋友的关注和支持，小明再见。